咱们今天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八卦，也不扒什么惊天大瓜，就想掏心窝子跟大家聊聊王嘉尔这个人。说实话，最近他在采访里的那段回应，真的是让我这种在娱乐圈观察多年的老观众都忍不住拍案叫绝。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娱记拿着那种经典的陷阱题去问他，身材好的女生坐旁边，你会动心吗？这问题要是放在别的偶像身上，估计早就被好标准答案了，什么眼里只有工作，心里只有粉丝之类的。但王嘉尔的反应真的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没按套路出牌，直接回了一句，当然不会啊，但我会看一下。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想笑，这话说的太真实了。你看，记者当时都愣了一下，甚至还想教他怎么回答，说你应该说不会，我根本不会给他坐我旁边的机会。结果王嘉尔眉头一皱，一脸不屑的回怼，太做作了，这是写诗吗？甚至他还补了一刀，说那些能说出完美答案的人，心里才有鬼。讲真的，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触动的。咱们平时被那些公关话术包围的太久了，久到都快忘了正常人该怎么说话。为什么要求男人装作看不见美好的事物？看见就看见了，这是生理本能，正常的反应又何错之有？我觉得王嘉尔这点特别高级，他坦诚的让人舒服。那些标准答案和完美话术，到底是在逼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要把每个人都做成情绪滴水不漏的机器人吗？显然，王嘉尔不买账，他选择做那个不正常的人，不按照剧本走。这种勇气，在现在的内娱真的是稀缺资源。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大胆了。在另一档深度访谈节目《只山在约》里，主持人问得更私密、更尖锐，你怎么解决生理需求？这问题对于大多数偶像来说，简直就是送命题，搞不好就要被断章取义上热搜。通常明星们都会用专注工作这种万金油来巧妙避开。但王嘉尔没有，他直接且平静的回答，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解决。然后他还轻松的笑了笑，补了一句，我也是人吗？这一瞬间，我真的有种打破次元壁的感觉。我们习惯了把偶像捧在神坛上，觉得他们得不食人间烟火，不能有欲望，不能有情爱。但王嘉尔这句话瞬间打破了这个神话。他对感情的态度同样直率，从学生时代的青涩表白，到当练习生后因为事业压力暂时放下恋情，他都毫不掩饰地分享出来，就像在讲一个普通朋友的故事，没有任何修饰和美化。这种直白让我觉得他特别有安全感。你不用猜他背后藏着什么，因为他都摊开给你看了，甚至他还公开承认自己为了保持在镜头前的最好状态，接受过面部整骨手术。咱们都知道，医美在娱乐圈是公开的秘密，但鲜有艺人敢于公开谈论，生怕被说不天然。整容脸，王嘉尔却认为这没什么好避讳的，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对观众负责的表现。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感慨，这份真实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源于他那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17岁之前，王嘉尔是香港击剑队的代表，拿过亚青赛金牌，甚至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为了追寻音乐梦，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前往韩国，从零开始当练习生。你想想，从一个拿金牌的运动员，变成一个在异国他乡默默无闻的练习生，这心理落差的有多大？那几年的韩国生涯充满了艰辛，每天16小时以上的训练，语言不通，竞争激烈，这些都磨练了他的韧性，也让他看到了光鲜背后的残酷与代价。我觉得，正是这种从顶峰跌落再爬起的经历，让他对真实二字有了比常人更深刻的理解。他见过高处的风景，也吃过低处的苦，所以他不屑于伪装，特别是到了2023年，他经历了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挚友的背叛让他失去了积蓄，工作压力和情感打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王嘉尔坦言，那时他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感到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每次读到这段采访，我心里都挺沉重的。咱们只看到他在舞台上光芒万丈，却不知道他在背后经历过怎样的至暗时刻。但正是这段至暗时刻，让他彻底放开了心中的枷锁，决定撕掉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他回忆道，见识过最深的虚伪后，他决定选择极致的坦诚。所以，当面对记者的送命题时，他的反应就变得本能且真实，我会看一下。他知道，动心和行动之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拒绝成为那个台上塑造纯情处男形象，台下私生活混乱的双面人。这种清醒，真的是经历过生死之后才能有的通透。王嘉尔的坦诚不仅仅停留在公开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是一贯真实的体现。他在海外演出时，曾多次披上中国国旗，高声宣告自己来自中国，展现出一种坚定的爱国情怀。
这种清晰的立场让他在人群中独树一帜。他曾对粉丝说过，不要因为我而荒废了自己的生活，要先爱自己。这句话，我觉得每个追星的人都该拿小本本记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欲望的圣人，他坦率地告诉大家，自己也是一个有正常需求、需要解决问题的普通人。而这种自律和责任感，正是支撑他一以贯之真实形象的基石。他不贩卖焦虑，不立虚假人设，只是告诉你，我是人，我有缺点，但我在努力做好我的工作，过好我的生活。再看娱乐圈的普遍现象，很多偶像为了维护所谓的零感情经历的完美形象，面对恋情绯闻总是第一时间否认，哪怕被拍到实锤也要硬撑。他们擅长使用只是朋友、专注事业等万能话术，像是王嘉尔被记者交给的完美答案。这种套话正是娱乐圈虚伪文化的产物。说实话，看到那些一个个塌房的新闻，我真的挺累的。这种虚伪的表演不仅让偶像活得疲惫不堪，也让观众感到不真实。他试图塑造一个道德完美的圣人，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当塌房事件频频发生时，人们才意识到，那些完美的人设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复杂和不堪的现实。这种反差对粉丝的伤害才是最大的。王嘉尔的选择，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叛的可能。他证明了，偶像也可以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能欣赏美丽，解决生理需求，拥有感情经历，甚至会有抑郁和脆弱。这些不完美并没有让他失去粉丝，反而让更多人感到他更加真实可信。这场关于真实与虚伪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支持者认为，王嘉尔的坦诚无疑超越了那些遮遮掩掩的明星，是内娱中难得的真实天花板。虽然也有反对者担心他作为公众人物公开讨论过于私密的话题是否适当，但无论如何，他戳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伪命题。我觉得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公众人物也是人，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违背公序良俗，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人性，有什么错呢？反而那些藏着掖着，最后被扒出来打脸的，才是真的给公众人物抹黑。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偶像？是完美无瑕的假神，还是真实鲜活的真人？王嘉尔用他的言行投了后者一票。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真实需要勇气和底气。没有那段从运动员到顶流偶像的跨界奋斗，没有那段背叛与抑郁的低谷，也许就没有今天这个敢说敢当的王嘉尔。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娱乐圈多几个像王嘉尔这样的人，会不会少一些乌烟瘴气？他的真实不仅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选择中体现的。他从不说套话，在每次面对敏感问题时，他选择直面而非回避。正是这份真实，在充斥着公关剧本和精心设计的娱乐圈中，成为了一股清流。人们开始厌倦完美的伪装，渴望触手可及的真诚。王嘉尔的现象犹如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正在改变人们对偶像的期待。也许在未来会有更多人像他一样，敢于说出我也是人吗？毕竟承认自己是个有欲望的普通人并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一边立着完美的伪人设，一边做着见不得光的事。王嘉尔赢得了人心，正因为他率先把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所有人。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中也一样，何必活得那么累呢？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有欲望，反而能活得更轻松、更自在。总的来说，王嘉尔这次的敢说，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体现，更像是一种对行业潜规则的挑战。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诚才是必杀技。在这个充满了滤镜和修图的时代，一张没有修饰的、带着瑕疵但鲜活的脸，或许才更打动人心。我想说，作为观众，我们或许也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对偶像的期待本身就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潜意识里也在逼迫他们成为圣人？王嘉尔的出现，其实也是在教育市场、教育粉丝、教育整个行业，真实才是最长久的生命力。希望以后能听到更多这样不完美但够真的声音，这娱乐圈也该透透气了。